这家公司呢，这样收两边的好处，好像不太合规矩吧？你说是不是应该不要跟他们买货？这根本是个小问题，为什么你不向祥兴或者碧霞汇报呢？现在祥兴是代理董事长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祥兴跟丁先生那么熟，我要说呢，又说我多管闲事了。而且，祥兴跟碧霞两个人突然合得不得了，像在唱双簧。哎，你想说什么呀？妈，你不要怪我多疑，他们两个整天老是眉来眼去，尽在不言中似的。还有啊，我看见碧霞办公室里有一盆盆栽，然后发现祥兴办公室里也多了一盆。祥兴他呀，这是暂时租的办公室，那他怎么可以布置的像是自己办公室一样？表哥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大表妹啊，不要怪我直。二表妹这次回到朱家闹出这么多事，什么都跟你争，现在还害得你连孩子都不能生。我发现她是要抢夺你的东西才跟爸兄。哎呀，不要说了，碧霞的个性我很清楚。不是啊，大表妹，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本来我是不想说，但是这黑锅我实在是背得太辛苦了。什么黑锅？你答应我别说出去，我才跟你说的。说吧。上次那个展销会，接贼赃卖赃货的人是二表妹，可她却逼我承认。不可能吧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也怪我自己不好，贪眼前一点利益，介绍个买家给他，结果被他反咬我一口。柔姐，老太太之前拿条珍珠项链去工厂修改，现在已经改好了，我想拿给她看看合不合心意。那你先进来，我拿上去给老太太看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想不到碧霞这么过分。大表妹，你真不可以坐视不理。哎呀，我没有证据，她一定不会承认。俗话说，一而再，就会再而三的。他做过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大表妹，我们可以布一个陷阱，等到二表妹再接贼赃卖赃货，然后等她交易的时候，我们就黄雀在后，跟着人赃并获，到时候就有机会把她赶出皓月了。哦，请你等一下，二小姐，您的电话。谢谢大姐。喂，老太太，应该是朱家二小姐才对。最近好吗？你还打来干什么？我跟你已经互不亏欠，还想怎么样？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有点生意想找你谈谈。我跟你已经没任何关系了，再见。哎，等等，除了见个面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还是我到你府上找你啊？你说在哪见？在美思餐厅吧，我边喝边等你来啊。就这样。姐夫，碧霞，什么事？有些公司的事想跟你说，以后再说。好。有什么事快说。很简单，正好手上有批珍珠，当然想找个好的合作伙伴了。我说过，我以后不会再帮你卖赃货，我欠你的已经还给你了。如果让人知道皓月的老板曾经卖过赃货，会怎么样呢？你尽管说出去，我出事一定会找你垫棺材。没把柄在人手上说话比较大声。不过我可先警告你，你丈夫还有皓月都会陪我垫你的棺材。我最近在家里整理东西的时候，竟然无意中找到一些你丈夫的东西。你手里到底还有什么？最好全都拿出来。别这么着急，我不让你看，你怎么会帮我？
你上次不是已经全都给我了吗？这么容易就给你，我岂不少了个好伙伴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我家里不知道还有多少你丈夫的东西。事成之后，我让你把所有东西交出来。好，行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如果你还想留着什么当成把柄，我一定会用尽一切方法对付你。好，不过记得替我卖个好价钱。你知道，一个人缺钱的时候，可能会不顾一切，你明白吗？那赃货呢？我已经找人交给碧霞那个债主了，跟着下来就要看你了。买家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也跟碧霞联络上了。等他们交易的时候，我就带奶奶他们上去，当场人赃并获。卖赃货是犯法的，这次碧霞肯定要去坐牢了。她到底是我的妹妹，绝对不可以报警啊！大表妹，你越放任她越嚣张，你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啊。你那个妹妹精明的要命啊！如果那个买家不够机灵聪明的话，我们做的一切就白费了。你放心好了。你以为我不了解我妹妹吗？出那么多钱，就是要那个买家演出好戏给我看。哎呀，所以我常说，不能得罪女人，更不能小看女人。我不想这样对我妹妹，谁叫她对不起我？谢谢，请指教。叶四先生，你在菲律宾是开珠宝店的。恕我多嘴问一句，在菲律宾不是应该更容易买到好的南洋珠吗？现在为什么要来香港找我们呢？因为香港不收关税嘛，所以就算出旅费从菲律宾来买货，还是便宜。而且你们皓月卖的珍珠是最好的。你的店主要是做菲律宾本地生意啊？是啊，我大部分都是内销，那边的珍珠需求量啊还挺大的。叶先生是不是上次去我们的展销会看过我们的货？不是，因为我上次太忙了没去了。我听朋友说跟你买了一批物美价廉的货，所以我就特地来找你了。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告诉你的？如果是熟客的话，我们当然可以多给你一些折扣。那就最好了。益昌和大发进的那批货，在那边的销路都挺好的。我记得是霍先生和张先生。是，请问你有没有样板可以给我看看呢？货色还真的不错，不过我从菲律宾过来一趟，价钱方面怎么样？打了折了。周小姐，益昌好像不是这个价格。是这样，上次他们那批是批发货，量比较大。数量多少呢？我无所谓。我们做生意最重要是物美价廉嘛。叶先生会不会多留几天呢？如果有货，我过2天跟你联络，没问题吧？好啊，我会在这儿多留几天。我下个礼拜才回菲律宾，希望能等到你的好消息。还不错。碧云，相信奶奶。哎，大姐啊，到底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把我们叫到这里来？我看你的样子不像是要请我们吃饭。是啊，碧云，你急着叫我们来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？我叫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亲眼见到碧霞，她偷偷的6皓月的名字卖赃货。叶先生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想你要尽快决定，因为外面还有很多人对这批货有兴趣。好啊，这批货我就全都要了。谢谢你。你点一下钱数。谢谢。警察，不许动！那现在怀疑你们贩卖和接收贼赃，把他们带回去。是。走。让开，让开！怎么了？这么多人？让开啊！不要挡着！碧霞，你要办事啊！全部碧霞，他们为什么会抓你啊？二姐，碧霞，老太太，你不要挡着，警察在办事。你们不要把我二姐抓走！他犯了什么法？他贩卖贼赃，现在人赃并获，让开啊！对不起啊，奶奶，
怎么？陛下，警察先生，你不要抓我的孙女儿，不要抓她。老太太，碧云，原来你叫我们来是要我们看着你妹妹被抓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呢？报警抓自己的妹妹啊！我没有啊，奶奶。哎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让开啊！别挡着！婆婆，陛下，陛下，怎么回事啊？婆婆，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又累了一天了，不如我扶你回房休息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叫我怎么睡得着啊？现在警察连碧霞都不许保释啊！奶奶，你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出去找朋友帮忙，看看可不可以把碧霞保释出来。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啊。大姐夫，我看我跟你出去找人帮忙吧。不用了，你留在家里陪奶奶。女孩子半夜就不要出去了。嘿，这次碧霞是人赃并获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就算把她担保出来啊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去坐牢呢。不许胡说！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她做错事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孙女坐牢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没生碧云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对妹妹啊？啊，奶奶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我？我真的没那么做啊。但是大姐啊，照你所说，事情除了你之外，没有其他人知道啊。对呀，上一次碧霞害得你摔伤，不能生孩子，很难令人相信跟你没有关系啊。是，我是生她的气，但是还不至于这么狠，害自己的妹妹去坐牢。我跟你们说过了，我知道她卖脏货，所以我才揭发她，让她在你们面前认错，不会再错下去。难道我这么做也不对吗？玉云，不要这样，我相信你。奶奶，表哥啊，是不是你报警抓碧霞的？表哥，你怎么也知道？什么？是你大姐找我商量过碧霞卖脏货那件事。耀生，那你说吧，是不是你报警抓碧霞的？奶奶，当然不是了。碧霞毕竟也是我的表妹啊，我跟大表妹商量好的，因为家丑始终不宜外扬，当然关上家门处理是最好的。去报警的话，也就会影响到皓月的声誉。又不是表少爷，又不是碧云，那会是谁啊？警察，谁是朱碧云啊？我就是，什么事啊？朱碧云是吧？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你妹妹朱碧霞与一件买卖贼赃案有关，现在要带你回警察局。好，哎呀，喂，请你们查清楚，跟我大姐有什么关系啊？是，有没有弄错？因为买家已经供出来了，那批贼赃是你安排给朱碧霞，然后叫买家跟朱碧霞买回，你们两个都犯了劫赃罪，带走。是。我没有啊，不是我大姐。奶奶，大姐，老公，碧云，奶奶，老太太，哎，婆婆，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哎，奶奶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加油，婆婆没事吧？老太太，姑爷回来了，小心啊，婆婆，小心。奶奶，你坐。小心，碧霞、碧云他们怎么样啊？他们没事。好，谢谢。警察局还是不肯放人啊？哎呀，小心啊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最重要是他们姐妹平安啊。奶奶，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警察说他们两个罪名不轻，所以不可以保释。啊，那会怎么样啊？他们两个的档案明天就会上去，之后就会起诉他们。那上到法庭大不了打官司，我们有钱可以去英国请最好的律师回来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问过我的律师朋友，以他们目前的情况，机会很渺茫。哎呀，这岂不是要我两个孙女坐牢？奶奶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婆婆，婆婆，奶奶，奶奶，哎，你别这么激动，医生说你不可以这么激动的，你小心身子啊。来杯水。姐夫，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？如果姐姐他们真要坐牢的话，我怕奶奶会承受不了。我们还有1天的时间，我会再想办法。我叫你不要让儿子去澳门了，他到那边又躲得姓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探长，这位洪先生说约了你专程来找你。洪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？谢谢。我想找雷探长你帮帮忙，放了姓朱的姐妹。
现在放了他们，我很难向上头交代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李长长，你开个价，你说要再加多少才有个商量呢？做事爽快是件好事，不过你也知道，朱碧霞是人赃并获。李长长，你在这地区举足轻重，像这样的小事一定可以摆平的。让我教教你吧，钱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李站长，你尽管开个价，我会尽力去做。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恐怕你比不上别人的诚意。你说有人故意要她们两姐妹不能出去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一直以来我都说要公事公办。这样好吗，李站长？我给那个人双倍的价钱。算了，拿来之后再说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谁这么有诚意？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明天我就会正式落案起诉她们姐妹俩。走吧，阿峰。什么事啊，探长？替我送胡先生出去。是探长，黄先生请吧。真的不是你报警抓碧霞和碧云的？我为什么要骗你？那平时你一直在说，她们姐妹俩闹得越凶，你就越容易得到好处，所以我以为应该是你报警，没人罚爱你了吗？我要的是钱，但我不像做的那么绝的人吧？糟糕，那是谁呢？是谁知道你整个计划还跑去报警呢？我不敢肯定。不过如果碧霞还有碧云他们两个不在的话，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会得到最大的好处。我知道，你又要说是祥星。喂，但是这几天我看他很紧张，到处东奔西跑的，很关心他老婆，怎么会是他报的警？贼喊捉贼，你听过了吗？有很多人演技很好的，他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一个好老公、好老板，但是他不只是这么简单。你说的也对，如果碧霞跟碧云被抓去坐牢的话，祥星就是真真正正皓月的董事长了。只要出了事，奶奶还有碧玲一定会信任他，我们两个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到时候他就是最大的得益者。难道祥星真的觉得做朱家的入赘女婿很委屈？但是不对啊，我看他平时挺开心的。这个人笑里藏刀，绝不是好人。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